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做的事情可能毁大家三观，是这样啊，我自己制作这个香烟了啊，是这样啊。我爸爸呀，86岁了，他是几十年的老烟枪，估计呢可能有70多年了吧。他每天要抽2盒这种烟，2盒就40支或者更多。为了节约钱嘛，所以我就自己给他制作烟。因为原来我们家自己卖，因为我们家有个商店自己卖烟的，现在没有了，我们自己给他自制吧。反正他自己呢也不知道哪一种是好的，哪一种是不好的烟。而我今天买这种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烟丝，我今天呢自己到我们的当地的市场去买的，买了半斤，这半斤很多了啊。我刚才已经制了这4、5支了，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看怎么自制香烟。在这里我不是要教大家鼓励大家抽烟啊，最好不用抽。我爸呢是戒不掉了，没办法，老人了吧，那我们作为后代的没办法啊。在这里我说啊，就是咱们中国这种轻工业重工业特别发达，你看这种东西在德国肯定是没有的啊。德国它是还是用这种纸的自己卷的烟啊，像这种啊，这种半成品的德国是没有，反正我没有见过。也许呢，网友们抽烟的也许见过，但是我是没见过。我只是看见德国人呢，在超市就是买这种东西的。然后呢，那个烟嘴也是单独的，在德国超市有，像这种没有。而这种机器我没有见过，也许呢是在我可以进口到德国，在德国去卖。好了，我感叹我们中国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没有的啊。所以啊，就是说呢，你想得到的东西，在网上真的可以找到。像这个东西，在网上就有卖，是我大哥给我的。他说，给我们爸呢做香烟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制了啊。而且这成本要比较低廉。你看，我把这个放进去，它就是刚刚这样套进去，然后放到尾。好了，我就把烟丝这样放进来。我原来从来没有做过，我今天自己学的啊。放到这里来，然后呢，烟丝等一下就出来了，还没出来，等一下啊。好，你看，自动出来了，这样一支烟就完成了。很简单，我弄够1包之后，我就交给我爸。真的，我特别感叹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发明这种小的适用的东西，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在德国这种东西可能会卖得很快，可能在德国像这种东西啊，20欧元应该有人买，也就是100多块钱，我估计啊。但是这烟丝啊，在德国是不能乱卖的，这个东西可以卖。这种东西呢，在德国是属于国家控制的，而且在德国像这种烟啊特别贵，而且德国呢不是最贵的。目前因为我不抽烟啊，我觉得在德国1盒像这种，他们一般是17支或者是19支，20支呢是作为卖点的啊，就是它是基数的，为了多收税吧，所以他就故意把那个烟的数目呢搞得特别少，1盒估计呢大概是7欧元左右吧。现在7欧元多少年？差不多50块钱了1盒。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是10块钱左右这种东西，对吧？我估计啊，我不抽烟的不知道。反正在德国很多东西就比我们国内要贵4、5倍左右。它的收入呢，我觉得平均没有多出4、5倍，可是物价很多方面要贵出很多，理发的可能更贵。好了，这就是我给大家看看，你看我们在国内真的只有你想不到，你能想到的都有。这应该是出口用的吧，它没有中文的，肯定是出口用的。但是这是中国国产的东西啊，就是卷烟机。我为了我父母，为了我父亲，什么都要做。没办法，现在而且我父亲呢，现在得了老年痴呆，他连我都不认识了。
他以为我现在每天都在照顾我母亲，然后我父亲呢看见他每次看见我在跟我母亲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说谢谢你照顾他。一般来说他不会那么有礼貌，应该是对外人说话的口气，所以我认为他不知道我是谁了。因为前段时间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前段时间他还知道我是他的儿子，而现在刚刚过了2、3个月，连我是谁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根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另一方面来说挺悲哀的，一个人呢老了之后很多东西都退化了，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情有可原，因为人嘛老小对吧，你越老就相当于你的智力的退化的越来越像小孩子。比如说你80多岁，可能你的智力像我爸退化的可能只有2、3岁婴儿的智力。有的时候我担心啊，我今后是不是会像我爸那样，过了20年、30年之后，也有可能啊，谁也不能说不会，对不对？好在呢，我现在一直呢都天天在用脑。我爸那个人呢比较懒，像以前开店的时候，都是我妈去管这种事情，她从来不管。反正我回家之后呢，我看见我的父母啊，心里其实挺悲哀的。我觉得他们俩作为老人特别可怜，可是呢，我们作为晚辈的也帮不了多少。我就尽量呢照顾我那个卧病在床的母亲。我母亲可以说是完全瘫痪了啊，虽然她说是半的瘫痪，可是她的大小便失禁，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晚辈的照顾她的人，要处理她的大小便。好在呢，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就是各种护理的用品呢应有尽有，比如说纸尿片呀，还有床垫呀，还有各种那个湿纸巾啊、消毒的东西啊，什么都有，这减轻了我们护理的负担。这真的我觉得是值得点赞的。中国这方面啊，刚才说了，像这种东西也有，我原来真的没想到中国会有这种东西卖。所以我觉得出口到全世界都有市场。好吧，今天就说到这种护理方面的，说到我父母年老的父母呢，也发表一些我的想法。我在国内最多可以待180天，我也回来4个多月了。然后呢，我是下个月初我离开中国回德国那边。其实我的心里非常不舍。因为看着我妈这样，我特别希望，也愿意呢照顾她更长一段时间。我真的特别想继续照顾我的父母亲，特别是我的母亲，因为我觉得我的母亲，我相信每个人都差不多吧，觉得自己的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对吧？我也一样，不例外。她确实呢特别伟大。好了，那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吧。等一下呢，我还到楼上去说一些话。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3号，现在是下午大概5点20左右。现在我又在楼顶跟大家说说话。说来啊，这时间过得飞快，我回到老家已经4个多月了。有的网友问我回不回德国，什么时候回去？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得不回德国。我是下个月初回去，也就是大概还有2、3个礼拜吧。时间过得非常快。我回来这段时间呢，都没有去过远的地方，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家照顾我的母亲。因为我回来的目的啊，主要的目的就是照顾我的母亲。看我视频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就是长期看我视频的朋友们肯定知道，我回来的目的确实呢是当时拿到人道主义签证回国，就是因为我母亲病了。我母亲现在呢，可以说，我认为啊，她应该是站不起来了。我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也鼓励她，也跟她到我们的那个康复医院去。但是因为她自己本身身体的原因啊，本来她发病之前身体就不是特别好，就是她那个体力啊不好，她身体比如说她的腰啊已经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驼背了。然后他的那个腿啊也不好，所以他确实啊，即使怎么说呢，发生的奇迹在他身上，我觉得也不会，因为他的身体本身就这样。
有不少的网友给了我很多建议，但是很多在他身上的不现实，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已经尽力了。看着他这样待在床上，其实他的那个智力没有任何问题，跟3年前或者是跟发病前没有，我认为没有任何区别。他能够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即使70多年前的事情，他跟我们谈起来的时候，也是呢各种细节也非常清楚。所以像他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更痛苦啊，因为他的智力没问题，能够正常思考，跟我们正常的交流。可是呢，他就是身体呢动不了，这点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回来之后呢，真的开导他。我认为他这段时间，我回来之后，他的精神状况好得非常多。我觉得啊，他应该接受了他目前这种命运，就是在床上下不来，不能再站起来这种命运。我认为他接受了。我认为他的心情呢还是比较好的。他多次告诉我，也告诉我们，他说他的人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我们作为子女的，还有孙子啊，现在已经有了什么曾孙了，每个人对他都非常好，所以刚才说了，他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有的时候抱怨呢，老天没有收走他。唉，说来说去，对我来说啊，这段时间我回国啊，我自己的心情其实说不上好，因为看着自己的父母这样一天一天的老去，而且像我爸，刚才我前面提到，他的智力呢越来越退化，老年痴呆，我自己呢无能为力，像我母亲这样也是无能为力，所以你说肯定心情不可能特别好。但是我也明白，这是人生每个人都要经过的一个过程，有起点，有高潮，有终点，就像物理的抛物线一样，对吧？人的生命过程也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去接受这现实。而我们能够做的，作为晚辈能够做的，就是尽量让我们的长辈从身体来说，还有从心理来说，能够过好他这一辈子。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说我们做晚辈的，尽量让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前辈少一些精神方面的负担。比如说平时呢，尽量倾听他们。像我妈，我知道她经常重复以前的事情，这是一个年老的标志，这没办法，对吧？那就听她讲，不要反驳她，不要说妈，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偶尔我也会这样说，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说。有的时候我想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想走开，我就说妈，以前你跟我说过了，我说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是呢，有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打断，我说妈，我有事情，那我就先走了吧。朋友们，到你父母年老那天，可能您能够理解我现在我的想法。我相信呢，看我频道的网友有各种各样的年龄段，有20岁的，有30岁的，甚至有70岁的，对吧？我相信呢，50到60岁左右的人比较能够理解我现在我说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啊我自己有多伟大、多孝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像我一样去做。我认为啊，所以说这段时间我回来照顾我的父母，特别照顾我的母亲，我觉得自己过得非常充实。我每天除了照顾之外，我还要出节目，对吧？就是我尽量啊每天出一期节目。还有我发现啊，在我的节目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不太喜欢我的人，而这些人呢，我估计呢是某个岛的一些拿钱的人，也就是所谓的1450、817之类的。因为我报道的东西一般来说，可能比如说我是翻译德国的媒体，对吧？德国的媒体，那对中国大陆的或是对中国，一般来说是比较负面的，对吧？如果是负面的，是报道实际中国的东西，完全基于事实，我承认西方这媒体是对的。可是呢，很多东西西方的媒体完全是颠倒黑白，或是那个栽赃抹黑啊，这点我特别反对，因为不是基于事实，它是基于
所谓的什么意识形态，基于他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来抹黑中国，这点我就反对了，对吧？所以这些人呢，不喜欢听我翻译德国媒体，认为呢我是在抹黑德国。其实呢并不是啊，我只是翻译德国媒体而已。我回到我自己的家乡，我自己的祖国之后，然后呢我给大家看看，比如说我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情况啊。比如说去桂林，就是我拍桂林的老城啊这街景，还有我去柳州拍的就是柳州那些电动车、电动的那个助力车、电动汽车，就这样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没有摆拍啊。还有我的家乡，我说了，我们家乡这个道路可以说到处都非常的好，和10几年前、20年前相比，真的太好了。难道我给大家报道真实的情况就不行吗？我真的没有看见我们，比如说我的家乡，没有露宿街头的人呢？大部分人对自己生活很满意啊，对吧？这是真实的情况。当然，每个社会肯定都有一些怨言，比如说，因为大陆的疫情管控非常严格，所以有的人说现在的钱比3年前更难赚了。但是，即使这些人，他们还是认为自己的生活比以前更好了，他们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偶有抱怨，我觉得这很正常，对吧？总体来说，我自己见到的家乡非常的美丽。刚才说了，这个道路很好，然后上网也非常方便，出行也很方便，高铁又很快，这是令所有我们中国再加个大陆人非常骄傲的地方。一说起我们中国的高铁，他们都非常的自豪，说我们中国的高铁呢非常棒，确实也是啊。而且有些海外的朋友们不知道中国的高铁到底有多棒。有的人说，哎呀，你看中国的高铁，你看大城市之间每小时有2趟，也就是30分钟一趟。我说你错了，已经落伍了。我们中国的高铁并不是大城市之间，并不是30分钟一趟，而是5到10分钟。对啊，是5到10分钟就有一趟车。如果不信，大家看12306点 cn， 自己可以去查。比如说深圳到广州、上海、杭州、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或者是武汉、北京，自己去看是不是5到10分钟有一趟车。中国的高铁绝对是公交化，这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德国也有高铁，对吧？虽然我们速度就不说了，很慢啊。它快的就是某一些路段快，而且最快也就是300公里左右。平均的速度，德国高铁就是大概150公里小时，150公里小时。如果不信，大家可以看德国铁路官网，自己去找。不信的话，自己去找，对吧？比如说，慕尼黑到柏林，大概是500-600公里，它的正常的那个行驶时间4个小时左右，500-600公里啊，4个小时。你说数学好的人，不好的人也一样，是不是150公里每小时左右？时速平均的啊。说到我们国内，我就是报道一些国内的实际情况啊。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我就去拍了小学退休的老师，他每个月退休金5000多块钱，是很少的退休金。其实大部分人的退休金，像小学老师，在我们广西一般是5000多、6000多、7000多有。还有中学的高级老师，我原来那个初中的那个英语老师，他甚至呢8000多块钱一个月退休金啊，根本用不完，因为他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可能交物业就是100-200块钱，电费100多块钱200块钱，然后他的伙食自己吃的可能不到1000块钱，也就是说满打满算，他每个月可能花费就是2000多块钱、3000块钱最多了。还剩下5000块钱一个月，也就1年他可能能够存下6万块钱。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大陆，相对来说生活比较困难的应该是城市的底层，就是工资比较低的、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人。另外一个呢，就是农村的人、老人，就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一些。但是呢，在中国，我是说中国大陆，绝对不会饿死人，绝对不会，因为出去打1天工。在农村最低有80块钱，
80块钱很难找了，一般都有100块或者是100多块钱一天，这是最低的啊。米呀，一斤就是2块多钱，也就是说你去打1天工，2块多钱，那至少可以买40斤米，对吧？一个人一个月肯定吃不了40斤米，也就是说你去打1天工就可以够1个月主粮了，对吧？然后农村呢，我们都有自己的田地，自己可以种菜，所以在农村其实呀，没有海外不了解中国大陆人想象那么困难。即使我们中国大陆人农村人呢，收入按照收入来说比较低，因为中国大陆它的田地、宅基地没有纳入这个统计数字啊，不算收入啊。其实呢，那个田地你种一点东西都有收成，是不是产出了呢？所以啊，就是统计数字来说，我们中国大陆的农民他收入非常低，但是实际的生活水平，我认为啊，要高得多。就我来说说，我回我们的老家4个多月，我的感受，我觉得中国从农村还有从我们的县城我看到情况来说，中国呢是一个相对来说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觉得我走南闯北去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的对比就是中国大陆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是呢它是一个发展水平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实呢我认为中国整体发展水平应该是在发达国家的，比如说那个希腊是发达国家最后一个国家吧，应该是中国这个国家从农村从县城的发展水平来说，跟希腊真的没有什么很大区别。那中国的什么城市，比如说这种3线城市桂林啊、柳州啊，还有1线城市广州，还有什么上海，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就是整体的中国大陆这个国家的或者是地区的发展水平，应该是跟发达国家没有很大的距离，肯定遥遥领先所有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说生活水平相当的高，生活的便利程度非常的高。对，说到那个发达啊，一定要考虑到生活的便利程度，另外呢还有安全感，这2点我觉得在统计世界的那个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时候没有考虑进去。生活便利程度还有治安的程度，我觉得这2个因素非常的重要。生活便利是出行，还有那个上网，还有电力的供应、能源的供应，这些都是属于生活的便利程度。在海外的人没有来过中国大陆，肯定无法想象。我拿这只手机吧，我回来4个多月，我就是用这只手机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订火车票，还有我付费买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去菜市场去买那个烟丝，刚才前面看到的为我爸爸买的烟丝，还有我买了那个豆角，买了2块钱的豆角，都是用手机来支付。买那个高铁票，对，高铁票有的网友问我，你外国人能买高铁票吗？可以啊，用手机可以。这个手机有个12306，可能看不清楚吧。比如说我查询啊，12306，有外国护照也可以买。到时呢，我截图给大家看就知道了，你就相信了。像海外的华人还会中文的啊，其实回国的话非常方便。你只要有自己的手机，最好呢，如果你国内有亲戚，叫他给你一张手机卡。我不知道现在在机场可不可以买手机卡，不知道。原来前几年可以的，现在我的手机卡都是我家人给我的。因为说来好笑，我觉得啊，就是又说到我们中国大陆生活的便利程度了。在我们农村一样，可以光纤极速上网，非常快。比如说500兆、1000兆，你去办一个光纤上网，我在德国都没有，在德国还是一个梦。而在我们这里农村啊，离大城市很远的地方，我们农村都可以光纤上网。你说中国这个通讯发不发达？
很发达呀，而且那个4G 根本就每个角落都有。好了，半光纤上网，每个月大概是100块、120块钱左右，还送你3张手机卡，还送你50G 的流量。因为平时在家可以用 WiFi， 对吧？就是出去的时候你用下手机的流量。3张免费的啊，也就是100块钱或者120块钱，你不仅包括你家里上网，还包括你3个手机卡呀！我的天哪！而且平时啊通话，比如说在这3个卡之间，一般来说是比如说父亲啊、母亲啊，还加上孩子，对吧？就3个人，一家的通讯费都完全解决了，100块钱人民币啊，就是美元10多美元，15美元就可以了。你说多实惠啊，对吧？因为我家有那么多手机卡用不完，所以呢，我侄子给了我1张，我侄女给了我1张，也就是我自己有2张国内的手机卡。有了这个国内手机卡，其实呢，在国内非常方便。用这个卡，你就可以呢登录，比如说12306，用这12306，你就可以买那个高铁票了。高铁票、外国护照也可以买，用手机买。现在比3年前更先进了，就是中国12306铁路系统那个机器啊，它可以刷，你把那个外国的护照放上去也可以读。然后呢，我用手机二维码，不用护照，就直接扫二维码就可以进站了。现在呢，其实进站非常方便。这次我觉得回来啊，要比我3年前回来方便非常非常多。进站时间，我大概从进站安检到能够上车10分钟可以搞定。原来上次回国的时候，我还要亲自去火车站那个人工售票处那个地方去领票，当时可以在网上买票，去领票，然后呢还要经过安检，非常复杂。也就是从看有没有多人排队，如果多人排队，可能大概半个小时才能搞定，而现在最多10分钟就可以搞定，这对我来说是方便太多了。所以现在回国啊，让我感觉生活的便利程度非常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网购非常方便，对吧？像我们村，在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点，我有那个快件，我到那个地方去取，就是100米就可以了。现在就是那个叫什么美团，美团在网上可以买菜、买食物，他也送到那里，头天晚上下单，第2天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领。是不是很方便的？所以啊，其实现在农村生活便利程度，我觉得啊不输城里。唯一输的地方就是城里可能，比如说早上你下单，下午就可以，那快递就可以到家了。而我们农村可能，比如说我是头天下单，第2天到那个地方去取，或者我到县城去取快件，有的时候第2天、第3天才到，这是唯一呢比城里更慢的。但是我觉得有的东西，比如说你买一件衣服啊，一双鞋，你迟1天2天到，我觉得没有关系，对吧？刚才说了，是生活便利程度在中国大陆绝对是秒杀世界上99%的国家，没有之一，太方便了，不得不说比德国方便。德国的网购也非常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中国因为这网络非常发达之后，生活便利程度比德国更发达。中国啊是世界工厂，可以说你能想到的东西在网上都能买到，而且价格非常实惠。虽然啊中国大陆人均 GDP 人均收入可以说啊在世界上在60位70位左右，可是它的生活水平我觉得绝对进入全世界50名之内。我觉得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目测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当高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多啊，所以它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也就是说，同样1块钱，它的购买力可能跟其他国家比要高得多，对吧？比如说在德国1欧元，现在除了这个超市的食品之外，相对来说便宜，但是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很贵。第二个就是治安，我想出过国的大陆朋友们，还有在海外的朋友们知道，作为女性，你晚上在很多国家，你根本就不敢一个人出门，
你跟你的老公出去也不敢晚上，对吧？这个治安呐，在很多国家是个很大的问题。像什么那个灯塔国，我就说美国吧，美国很多大城市、中等城市，你说你晚上敢出去吗？都有可能，对不对？在美洲，在非洲，甚至在欧洲很多国家和地区，你一个人，特别作为女性，根本就不敢出去。再加上这些国家，他一个劲的批评中国，说到处都有什么监控，人呢没有私人的什么，自己的私人信息的那个安全，那个中国人呢被他们的政府监控等等，可是没有自己的摄像头，发生什么案件，1个月都破不了案，2个月、1年可能都破不了案，所以民众呢没有安全感。而在中国大陆，你发生了什么案件，一般来说啊，很快可能1个小时，可能第2天就破案了。在国外，想都不敢想。比如说，在美国，950美元以下就不属于犯罪了，对不对？所以啊，特别猖獗。再加上现在零元购在这个国家，可以说非常的放肆。我看见有些视频，那些零元购的人，大大方方的、大摇大摆的走进去，然后呢，把货架一扫而空，然后呢装进去，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这就是现在这个国家的实情啊。当然，德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呢，如果是经济恶化，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治安在某些国家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呢，枪支泛滥、毒品泛滥，对吧？而在中国大陆，这些都不用考虑，民众也不用担心。另外呢，还说安全感，新冠疫情，对吧？我在国内呀，从来不会担心被感染，可是我在德国一出门，因为每天感染的人数，比如说现在德国每天感染15万人呐，死亡100多个，差不多200个人，是现在啊。像美国啊，每天现在也是感染几万人，而且他们现在非常松了，根本就不用去统计了，很多国家不去统计了。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台湾地区每天现在5万左右，死亡几十个，而且台湾现在死亡多少了？好像2万多了吧，对吧？台湾感染人数明天就达到700万呀！台湾人口多少？2300万，对吧？700万，差不多1/3的人了，也就30%的人感染了新冠。我记得到去年的时候，台湾的那个执政党还特别自豪的说：“你看，台湾 No.1， 很多人羡慕我们台湾的那个防疫。”可是到了现在，自打脸啊，脸我觉得都打肿了。好像现在台湾也不敢自己说了，不敢吹牛了，对吧？我看台湾如果是按照感染人数，已经进入世界的前20了，这个成绩非常亮眼，对吧？一个小小的岛，死亡1-2万，乘以60多，因为大陆人口是台湾这个岛的60多倍，乘以60多，相当于中国大陆死亡100多万人。想想看，如果大陆真的死亡100多万人，世界之最啊！目前为止，大陆那个死亡人数一直定格在5226人，大陆有14亿人呢，而美国呢109万多，差不多110万了。所以啊，这个安全感，我回到大陆之后，我觉得安全系数特别高，我从来不担心有什么治安问题。从来不担心会感染新冠，可是我在德国的时候，每次我出门，我就特别怕被感染这新冠，因为每个人在路上的人都有可能是有疑问的人啊，对吧？都有可能是那个阳性的人，所以我每次呢都要戴那个 FFP2，在中国叫 KN95，或者在美国叫 KN95，对吧？反正就是 N95 口罩。在德国我不得不戴，因为如果不戴的话，感染系数非常的高。而在中国大陆，就是不是
规定要戴那个口罩的地方，我都可以不戴，而且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绝对没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啊。所以说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这个生活到底好不好，真的啊，不仅要看那个字面上的收入，还要看那个，比如说那个货币在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真正的生活水平，购买力，对吧？是购买力。然后呢，还要看这个国家生活的便利程度，然后呢，还要看这个国家的治安的那个到底的治安好不好，安不安全，人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而这些大陆在全世界这方面是遥遥领先的啊，我不是吹牛啊，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不同意有的人反驳啊。好了，所以呢，我回到这个对我来说是国内。我回到国内之后，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我有回家的感觉，真的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虽然呢，我自己呢没有我们中国的身份，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家。有父母的地方，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很简单，就这样。而且我觉得中国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国家，没有之一。因为中国那么大，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带，有各种各样的风景，对吧？话说了，自己的家乡难道不是最美的吗？昨天我还发了那个在微信啊动态，我发了，我说啊，其实啊，美景就在你的身边，你开门出去就是美景了。我们很多人由于生活的压力，可能平时呢太忙了，没有用心去发现美，真的美其实就在你的身边，就像我现在坐的这个地方一样。大家看看，周围是不是特别美？现在太阳将要下山了，我们看看晚霞吧。我换一下那个角度啊，转一下，大家看看，这样的晚霞是不是特别美呢？这就是我们中国，这就是我的家乡。哎呀，可惜啊，下个月我要走了。其实我真的非常不舍。回来4个多月，我觉得生活对我来说啊，我没有感觉什么枯燥，每天我觉得过得都非常充实。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好了，朋友们，我在中国向大家说拜拜。太阳下山了，这夕阳啊特别美，太美了。啊，都舍不得离开家了，不过马上要回德国了。太美了，这晚霞。这是我家的凉亭。